情深缘浅。起来吧！怎么这么巧啊？有心自然巧，这条道直通八哥府，想遇见你还不容易吗？那你怎么知道我今晚要出来？这么好的日子，难不成你会在家里坐着？巧慧拉我出来的。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好啊。今儿个我叫了绿芜跟我一块出来了。绿芜姑娘也来啊？那太好了，人都更好玩。看，我没有骗你吧？正如13爷所说的，有戏姑娘是个真诚爽快的人。绿芜姑娘，原来是个姑娘啊，难怪这么清秀呢。诸位，我可知道前面有个好馆子，咱们去吃些好酒好菜，稍后再来猜灯谜。好啊，走。走。爷，今儿客人多，给爷带个清净处。待会儿啊，舞龙舞狮就从底下过，各位爷坐在此处看，既不拥挤，而且还能看得见。对，行，上点好菜来下酒。好嘞。哟，13哥，你也在这儿14爷吉祥。13爷，起来吧，没那么多礼。说的是，都穿着便服呢，哪那么多规矩？坐吧。哎，这不是绿芜姑娘吗？是啊，人都说京城的绿芜姑娘清高得很，我也是觉得奇怪，这雅妓也是妓，怎么就看不起银子呢？就是。哦，原来是13爷的红颜知己啊！数月前见了绿芜姑娘，始终萦绕于心，恍若还在昨日，挥之不去。不知姑娘何时能招呼一叙？几位若不是跟着14爷，我还以为是打哪儿来的市井泼皮，竟敢在2位爷面前如此放肆。这位姑娘也是个销魂绝色，怕是日后名头高过了绿芜姑娘。13爷真是人不风流枉少年，竟有如此艳福，真是。住嘴！还不快赔罪！那是马尔泰将军的女儿。啥都不是，是你。时候也不早了，若曦该回去了。13哥，改日我再陪你喝酒。好，那就劳烦14弟送他回府了。13哥不必客气，我本来就有此意。走吧。告辞。绿芜，我送你回去。和13爷在一起如何？和青楼女子在一起又如何？如何？你见过这紫禁城里哪一个有身份的格格小姐和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我只知道以此殉情坠楼而亡的绿珠是妓女，击鼓抗金的梁红玉是妓女，不肯服侍金人吞金而亡的李师师是妓女，拼死救恒王的林四娘是妓女，慷慨悲歌死而无憾的元宝儿是妓女。总而言之，妓女也可以结识到好人，
值得称赞的大有人在，岂可一棒子打死？八哥，你听一听，他可真会读书，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读什么书？要管也是我阿玛和我姐姐，还轮不到14爷你说话。好了，别再吵了。14弟，你先回去。若曦的事情我会处理的。哼，太子爷的一句笑话却很贴切。我看你不止拼命劲儿像13弟，就连崇尚魏晋、洒脱不羁的名士作风也一样。别站着了，过来坐。我有话跟你说。害怕吗？选秀女，你害怕吗？选秀在即，你却有闲心为旁人出头，都不知你是真害怕还是假害怕。又是选秀，每个人都在提选秀，可我又能如何呢？躲也躲不掉，只能眼睁睁的等着了。我第一次见到你姐姐时，她才15岁。那年，你阿玛回京述职，她也随着来。正是春天，天气出奇的好。那天蓝得好像水洗过一样，微风中夹着花香，透人心脾。我和2个小厮去郊外骑马，远远的望见一个小姑娘在山坡上面骑马。你也见到过若兰的骑术，她那日骑得比在马场上还要好，笑声像是一串串银铃般飘洒在山林间，里面全是满满的快乐，让听到的人也觉得心里面全是快乐，跟着笑起来。当时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紫禁城漂亮的姑娘很多，但若兰却不同。那时的姐姐是恋爱中的幸福女子，以为自己和所爱之人可以翱翔于9天。她的快乐是从心底深处而来，当然和紫禁城中那些一辈子也不见得拥有一段爱情的女人是不一样的。是巴阿玛，是他派人去调查将军的事情，所以阿玛才会派他去做前锋。我回去以后，忙着打听你姐姐，又一直想着该如何去求皇阿玛把她赐给我。在我想方设法的时候，额娘告诉我说，皇阿玛要把马尔泰家的大丫头许配给我做侧福晋。当时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试过这么高兴。皇阿玛颁旨的第2天，我就跑遍了整个京城去找礼物，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我才寻到一只凤血玉镯，想着等成亲那日送给她。是这个吗？我终于等到了大婚那天。可是当我掀开红缎盖头时，我才觉得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那个让我思念了2年的人和眼前的人，判若两人。他从来都不骑马，也很少笑。
我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认错人了？后来，我派了人去西北打听，几经周折，才知道原因。那个人是怎么死的？我派去查问的人，惊动了你阿玛。你阿玛为了让他避开，派他去做了前锋。后来，哎，不要把它拿下来，这是给姐姐的。是给我喜欢的人。答应我，永远都不要拿下来。不要害怕，我会想法子的，总有办法让皇阿玛把你赐给我。我不要。难道你愿意做皇阿玛的女人？我不会逼你。随你回去吧。入宫后，不要再像老师寿辰那天一样装扮自己。如果你不想引起皇阿玛的注意，就越平淡越好。我不愿意。我什么都不愿意，我只想找个真正爱我、疼惜我的人，不要做一个仅仅是闲时被赏玩的女人。我是人，不是东西，我不要被刺来刺去的。这家店在京城很有名的，最好是能把它一次买齐了，这样就不用去第二家了。姐姐每家都这么说，这已经是第4家了。这是为你进宫准备的东西，我还没累你就累了。再说，宫里毕竟比不得家里，是不是应该把该买的都买完，以备不时之需啊？哎，来了来了！哎，二位，请看好这对首饰，多精致啊！这是我们店里边最好的上等品。哎，什么样的上等品啊？低附近吉祥，低附近吉祥，10附近吉祥。哎，这对耳环，姐姐你看，觉得怎么样？确实上品，姐姐自小看宝贝，一定不会看错。老板，这对耳环我要了。如果你不想引起皇阿玛的注意，就越平淡越好。这对耳环很配福晋。姐姐，这家的首饰太过华丽，我们换一家吧。你笑什么？夫人高兴什么，我就笑什么喽。我的若曦终于懂事了。日后进宫，飞扬跋扈的人多，我总要学着忍让。你能这样想就好。姐姐放心，入宫后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绝不给你跟阿玛惹麻烦。那边还有几家店，不如我们去看一下吧。姐姐，该不是想把整个京城都买下来，让我带进紫禁城吧？好，我们恢复啦。这若曦今天是怎么了？竟然不跟我争首饰，拼命13妹不拼命了，也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又在算计什么。她那张脸长得讨人喜欢，像她姐姐，她怎么会在乎这一件半件首饰呢？姐姐呀，你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
怎么一提到这对姐妹就矮了一截似的？我是在夸她聪明谨慎，做事出挑，却又能把握住分寸，这才是最讨人喜欢的。若是此番她被皇阿玛给看中了，她地位会大有不同，这连带着洛兰也要跟我平起平坐了。姐姐，你我都还在这京城里，又不是天各一方。虽然是隔一道宫墙，哪能说见就见的？姐姐，前几日八爷和我说了些话，都是关于你的。其实当年他曾经见过姐姐，见到姐姐马上英姿，一见倾心。我在八爷府的这些日子，虽然大家都说姐姐不受宠，可却未见八爷怠慢过姐姐。日常起居，也从未见姐姐。你不要再说了。我跟他虽有夫妻的缘分，却求不来夫妻的情分。夫人，贝勒爷来了。贝勒爷吉祥。都起来吧。夫人无需太过忧心，我答应过的事情，自会尽力而为。多谢贝勒爷。我已吩咐了礼服送若曦入宫，时候不早了，该启程了。不用怕，我会为你打点好一切，绝不会让你受委屈。诸位格格，卑职是皇上身边的太监总管李德全。李公公好。诸位进宫待选侍女，无论日后有幸选为嫔妃，还是做宫女，都是伺候咱万岁爷的。在宫中生活，只要谨记4个字：谨言慎行。这句话我每3年都要说一遍，但能真正听进去的没有几个。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是。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开始学习和帮助宫中的事务。未被选为嫔妃者，也要做宫女，做到20至24岁，得到万岁爷的恩准，才会被送出宫去另行婚配。日后这儿的规矩和事务由执事房领班负责教导你们，切记要多学多做，少说少听。这里就交给你了。李公公请放心。哎，你是哪个府上哥哥？哪个府呀？
晓得要在此处待多久，我可不想天天端茶送水。好了，刚说要谨言慎行，马上忘记了。今日你们好好歇着，明日我会指派事务给你们。今后你们都是伺候主子的人，记住要端着12万分的小心。是。都下去吧。宫里不比外头，四处有人瞧着，万事小心就是。奴才一定好生照顾。多谢提点。若曦，你一定要争气，不能辜负八爷的照顾。日后在宫中，只能靠自己了。两位爷告辞。啊，告辞。啊，八爷、14爷请留步，卑职告辞。告辞。告辞。八哥，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是，有件事需要14弟出面帮忙。哎，八哥跟我客气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直接说不就好了？那我就直说了。这次选秀，希望你请德妃娘娘出面，向皇后求个人情，把若曦从首轮名单中剔除。你也明白，我额娘的地位，纵然有心，但却无能为力。既然八哥已经开口了，当弟弟的自然不能推辞了。可是我想知道，这情到底是为若曦求的呢，还是为了我未来的嫂子求的？八哥一定要说个明白。我的确想娶她，但也要她愿意才行。那就是为了我未来的嫂子，臣弟一定尽力而为。若曦尚是待选秀女，此事不能张扬。我明白，八哥放心吧。额娘，主子，下去吧。这么久没上额娘这儿来了，来坐这儿。额娘，儿臣今天来呢，是有件事想求额娘帮忙的。你也有事求额娘啊？这么巧，求什么？说吧。啊，八哥的小姨子若曦，选秀女的事儿。哎呦，你们兄弟两个就为一个人求情呢？是上一次家宴上，你皇阿玛赞许的那个若曦呀？你说你们兄弟两个平时见了面不冷不热的，额娘看在心里，真是难过。今儿个倒好，为了一个人求情，真是难得。这个若曦有什么过人之处，让你们两个都为她求情呢？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平日里偶尔聚在一起。若曦这个人性子直，又不想被选为嫔妃，儿臣想着这样也好，免得每天对着皇阿玛，一不小心容易掉了脑袋。所以儿臣就来求额娘，把她从首轮名单中划出去。这个倒不难，难得的是啊，你们兄弟两人有事儿头一回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忙，额娘就帮了。额娘最疼儿臣了。哎，看你高兴的样子，不会是看上那个若曦了吧？额娘哪有的事儿？四哥还在这儿呢。额娘，要帮的话，不如就帮到底，把若曦要到自己宫里来伺候着吧。对，四哥说的有道理。好，你说好就好。反正额娘这宫里呀，也少了一个聪明贴心的丫头。只要你们兄弟两个以后有事儿往一块儿想，
额娘就很高兴了。是额娘，明白。四哥，此次来恐怕是受了13哥所托吧？既然他开口了，对我来说举手之劳。你呢？你又是为了谁来求情的？我和若曦是好朋友，不管他愿不愿意，我都会帮他一把的。啊，额娘，怎么样？若曦已被剔除名单了。太好了！既是如此，为何额娘还在叹气啊？我只是没有想到，惠妃和德妃都争着要她。皇后不愿两边都回绝，权衡之下，把她送到皇上身边做奉茶宫女了。皇阿玛身边？惠妃怎么会执意要若曦呢？我也试着探问过，听说明慧曾经找过惠妃。八爷吉祥。起来吧。你的名字已经从首轮名单中剔除，不会再有被选为嫔妃的机会了。有什么事吗？惠妃和德妃同时开口要你，皇后为了避免得罪一方，将你安排到皇阿玛身边，当奉茶宫女。若曦，一旦去皇阿玛身边侍奉，就很难再出宫。对不起。如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八爷不用自责。若曦虽没有什么过人之才，但奉茶这种差事，要学应该也难不倒我吧。日后我要见你，就更加难了。你等我，我终会找到机会带你出宫。在皇阿玛面前，一定要万事谨慎。如果你遇到什么难事的话，我会尽力帮你斡旋。总之，既来之，则安之。准备好茶点，皇上饿了，马上送过来。哎，已经熬了3、4个晚上了。皇上，该歇着了，明日再批阅吧。皇上恕罪。朕以为看到了石格格，她出嫁之前就是这样唠叨朕，让朕休息她。起来吧。谢皇上。谢皇上。
李德全，皇上，这些收起来，准备就寝。这。这样瞧你，就真的有点像拼命13妹了。谨言慎行，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若曦姑娘，李公公，昨夜之事，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你真是一员福将啊！李公公言重了，昨夜是奴才运道好，如今想起来还是一身冷汗，怕得很呢。姑娘就别谦虚了，师傅从来不夸人，就连我也只有挨骂的份儿。其实不光是昨夜，我观察你很久了，你做事谨慎，处事小心，又不多话，再添上些拼命的勇气，真适合做御前侍奉。玉檀、云香，你们俩进来。你们两个今后就做若曦姑娘的贴身差事吧，要好好的跟她学，今后我也就放心了。是，奴才见过若曦姑娘。好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们哪个是玉檀，哪个是云香啊？奴才是玉檀，奴才是云香。好了好了，这里又没有外人，就我们3个，哪来奴才不奴才的？日后就直呼名字好了。奴才不敢。日后我定有法子让你们改过来的。若曦姑娘，你们先去外面把上好的茶叶收进来吧。是。若曦姑娘，八爷让送来的。奴才告退。若曦极受赞赏，已做了御前侍奉。再过几年，我寻了机会，就带她出宫。多谢贝勒爷照顾。贝勒爷赐福晋吉祥。什么事啊？嫡福晋说想请您过去一趟。告诉福晋，我最近公务繁忙，无暇分身，待日后再说。奴才告退。
当初德妃没有要到若曦的时候，我还着实替这小妮子担心过。没想到她的福大命大，这么快当上奉茶领班了，真是个不容小看的女子。你若有心思想此等闲事，不如想想太子爷吧。这2年他的德行越发不检点，怕早晚要出大事。我再怎么过分，也就是偶尔喝花酒。太子爷倒好，仗着皇阿玛的宠爱，骄纵横行，飞扬跋扈，近来更是做什么都不顾后果。哎，人都说我是拼命13郎，我倒对他是心服口服了。不过四哥，咱们操那么多心也没用，静观其变吧。对了，四哥，你最爱喝的茶是太平猴魁。那最爱吃的点心呢？玉蔻糕。太平猴魁玉蔻糕，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啊？你问这些做什么？没事儿，就是平时跟四哥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也没有注意，想起来就随便问问。日后依照喜好为皇上和各位爷奉茶。4爷喜欢太平猴魁，8爷喜欢日柱雪崖，9爷喜欢御前龙井，10爷随便，13爷……姐姐，万岁爷下朝了。下朝就下朝呗，你这么个猴急眼做什么？小心被你师父看到又挨骂。今日在朝堂上，有人参了太子爷一本。你说什么？是师父派我过来的，他让姐姐小心伺候。替我谢谢你师父。都听清楚了吗？待会儿打起12分的精神，小心伺候。是。太子的德行虽不出众，却是皇上亲自带大，极为宠爱。最爱的儿子却不争气，最痛苦的还是皇上。今日在朝堂上，你们对礼部的折子有什么看法呀？依儿臣看，太子爷平时待底下的人甚为宽厚，那不知检点的人，打着太子旗号私吞财物的，那也是有的。哼，一个奴才就算给他天大的胆子，若是没有人在他背后撑腰，他敢随意的截取献给皇阿玛的贡品？四哥，这话说的倒也古怪。糊涂蛋，敢针对未来的皇上，找死啊！不过四哥和二哥一向关系极好，恐怕这事儿四哥啊……这，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师爷，你没事吧？没事，没什么打紧的。干什么呢你？毛手毛脚的，还不退下？是。姐姐，今儿是怎么了？不会有事儿吧？放心，皇上一代明君，对下人一向宽容。不过，就算挨一顿板子，也是值得的。李公公，玉檀、云香，你们退一下吧。是。我看你一向是谨慎的人，今日怎么这么毛躁？请李公公责罚。下个月的利银全扣了。谢李公公。宫里容不下那么多好心的人。下次你若是再多管闲事，掉的可就是脑袋喽。若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你怎么了？我还没怪你烫到我，你反倒跟我摆起架子了。
被罚了1个月的丽营。啊？就为了1个月的丽营，就把你气成这样？为何不气？那些丽营你是不放在心上，我还指望着那些银子呢。再说，我还从没被罚过呢。我是领头女官，你叫我面子上怎么过得去啊？好了好了，不就1个月的丽营吗？回头啊，你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带进来。你想送什么就送什么吧，我不气你就是了。四哥，若曦这次打翻茶，真是恰到好处。师弟被烫着也是活该，说话不知分寸，差点连累了四哥。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的，更何况那个人是太子呢？说的是，太子有幸有四哥照应。还有若曦这个福星。走了，还在那聊什么？哦，来了，我先走了。你到底想对八哥怎么样？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故意把茶倒在十哥身上，你为什么要帮四哥解围？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不管你是真有心还是无意，八哥对你一片真心，你心里有数。你若心里有八哥，就不要辜负他。本想帮时雨，没想到竟造成这种误会。他会误会我？我和四爷自打进宫，连话都没有说过。他不可能误会的。你为什么不肯见我？若是为了若曦的事，我承认，我去找过惠妃。我是为了求她接受若曦，让皇上没法子选若曦为妃。我是为了若曦的幸福。你只是怕若曦成了皇妃，子凭媚贵，影响自己的福晋地位。如果你不是那么自私、自作主张，若曦早已出宫了，岂会一直在御前侍奉？我不想跟你吵，日后你不要擅自来找我。冰块里，四爷吉祥。太平猴魁，玉口膏，雨后青蓝，白地儿村染花蝶图。喜欢狗，讨厌猫，讨厌辣椒，不喜欢饮酒。这些13弟都告诉你了吧？这个13爷让你问个喜好都露馅了，真是服了你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来问我。现在问吧。是你自己撞枪口上了，不问白不问。我出去。最讨厌什么颜色？黑。最讨厌什么熏香？栀子香。最喜欢什么花？水泽木兰。最喜欢吃什么水果？葡萄。什么天气最开心？微雨。那什么天气最讨厌？毒日头。冰块。什么块？喜欢冰块吗？喜欢。喜欢什么书？《金刚经》。最怕什么？女人哭。平常最喜欢做什么？练字。玩什么？我不玩的。喜欢什么诗？王维的诗。什么歌？